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如你标题所看到一样，就是你能够原谅一个伤害过你或者是背叛过你的人吗？哇 shout out to Amy 这个是他在我们 Telegram group 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你问得非常到位，因为我也算是正在经历的人，或者是经历过的人。我对这个话题也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件事情。怎样讲呢？就是我现在内心的想法就是这样哦，大家就这样哦，互不打扰，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就好，你懂吗？可是我知道大家，我相信都是经历着很不一样的一个故事啊。可能你是被朋友背叛，可能你是被你的爱人、男女朋友、家人、你的同事，还是什么？可是你们知道吗？今天我们聊原谅你，原谅那个人，其实这个话题，我想讲的是原谅这两个字，其实已经不是重点了。这个影片的重点其实已经不是去原谅那个人了。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正在经历这，还是说已经经历过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相信吗？就是说，时间的推移会让你把这件事情就这样子算了，就这样子你懂吗？不是我不在意一件事情，不是我们不想去理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时间就这样子，我们这个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这样子。对，我知道大家可能看进来这个 podcast， 你们是在想说你们要原谅某一个人，然后你们想对一件事情有一个想要去所谓的好好的去干嘛道个别还是什么。可是我想跟你们讲一个真心话，就是我们其实很难去真正原谅一个人你知道吗？这不是我要讲的，但是是真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现实就是这样子。你就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有个人伤害过你，有个人背叛过你，我问你你真的会觉得你想要去原谅这个人吗？过后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这件事情的话，你应该很难回答这个东西，你懂吗？我只是想讲的是，我现在遇到的事情就是我不需要去治愈我自己。我现在我内心是告诉我说，我不理了，我真的不想去理了。我现在真的是觉得我的时间已经是属于更重要的东西更有价值的东西然后所谓的有价值跟这些 value 是我自己去定义的，就是我已经把这东西放在第一个位置友情永远是 after 家人的。我们今天谈背叛你、伤害过你吗？如果我们要聊爱情，我自己没有这个经验，因为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谈恋爱，上一个只是一个友情吧，讲真的。可是如果要谈到这种的话，我觉得朋友，你懂吗？朋友能够聊，我的 perspective 能够真正的去陈述一些事情，因为我不知道遇到人越多，发现到其实很多东西都只是暂时的，然后真正伤害过你的人，那些行为那些动作其实也是暂时的，很多事情都只是暂时吧。可能这个 moment 对你来讲它很烦，你懂吗？它 last 很久你懂吗？1-2个礼拜你还是过意不去，你心里面还是很痛，你还是在想说我该不该原谅这个人，还是你曾经伤害过人，
然后你想要请求他的原谅呢？我不知道看着这个影片的你们是属于哪一个。可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关系里面友情也是一样，很多时候都是相互的。你认为他伤害过你，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也伤害过对方，你懂吗？我不是在讲同等的伤害，你懂吗？我不是在讲你做好跟他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还是他做好也是跟你程度很相似的事情。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是那种间接的、无意的那一种伤害还是什么，然后导致这些后来决裂，你们不再是朋友你们绝交然后你们现在在想说可不可以原谅。其实这个话题已经有答案了，其实这个话题真正不用去讨论了，你懂吗？可是这个影片的目的是什么？这种影片的目的我只想分享我此时此刻的心情，跟我会怎样去回答这个东西。我分享3个点第一个点是蔡康永讲过的话，他讲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真正原谅，他讲就算了，你懂吗？就真的是算了，就你怎样去原谅一个伤害过你的人呢？你们知道吗？就是看着这影片的你们，我相信有些人也是正在经历这，或者是经历过那一个伤害是不是很大？是不是还在？然后我必须讲个实话啦，这个疤痕这个东西会一直陪伴着你它就是会成为一道伤疤。可是它是可能是最美丽的一个伤疤，为什么？因为它成为了你一个保护壳，它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它让你意识到很多所谓的真实面貌，一些很残忍的东西，就必须这样子让你去接受。我觉得这种事其实是挺美在某个程度上面。原谅吗？我想问你们会原谅吗？你们会原谅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吗？背叛过你的人吗？我们不用去谈原谅不原谅因为这句话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你今天这样子去想的话，我觉得不会有所谓的真正的一个答案，你知道吗？真正的一个帮到你的东西。不如我们就自己做好自己手头上的事情然后 I mean 真的是不要去想真的。因为第二个点是什么？不懂你们知道黄山料吗？我还没有买过他的书，但是他的那本书的名字就直接吸引到我，就是他说心很小，装喜欢的事就好。真的，我们的心装不了太多东西，你懂吗？装你能装的，真的就是如果你一直去想这个人其实是你还没有放下，然后你还没有放下，你很烦到你就是没有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就问你一件事情你今天早上起来刷牙，牙膏用完了，然后你很烦，然后可是你就挤完牙膏然后拿来刷，然后你出去外面买了一个新的牙膏回来，你会因为早上你牙膏用完了的时候烦你一整天吗？这个可能不太大，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个友情这件事情会这样烦你？因为那个人重要，你懂吗？你放不下那个东西，就可能如果今天早上你用完了这个牙膏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或者是什么样都好，用完了让你觉得到Oh my god， 用完了我要去买一个新的，然后可能这件事情还会在你心里面一点点久。不，你们 get 到这个意思吗？就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他会在你心里面待很久，他会让你烦恼，他会让你去在意，是没有错，我们会这样子因为那个人重要。可是没有所谓的对跟错，你懂吗？也没有所谓的原谅不原谅，而是
做你喜欢的事情就好哦。你不要忘记耶，我们就讲你现在正在经历着这种事情就好了，我们不要讲过去了，因为过去的事情我们能做嘛。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着啦，我只可以跟你讲哦，你一定要往前看。202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西班牙的时候，我觉得我身边没有朋友啊，我觉得我觉得我在周末我身边没有人了，你懂吗？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到什么，是我自己没有去把我的眼睛打开，去看一看身边的人，真正在身边的人。这句话我也曾经讲过就是我在一个 interview 之前有提到过这个东西，就是有一刻我真正意识到我不孤独的那一刻，你们知道是哪一刻吗？就是我一直都认为我身边没有朋友，就是那时候2020年我在西班牙另外一个城市读语言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身边没有朋友，直到我在房间，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准备就来这个城市阿里干戴的时候我在房间坐住，然后我朋友 send 我一个 message 跟我讲，今天晚上要出去玩吗？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吗？那时候还在 COVID， 所以我们还不会去太多地方，也不会成群结队。那我就看住那个东西，我就在想，等一下我再回复啦，我就放下电话下来。然后那一刻我意识到那个群组有15个人可是我在房间里面，我感觉到我没有朋友啊。我这几个月下来，我根本没有去交朋友，我根本不知道在干嘛的。然后那一刻我才发现到，那一刻他让我意识到人就在我面前，我自己选择把他们屏蔽掉，我不要去理他们。那一刻就是我发现到其实不是我没有朋友，其实不是没有人，是我自己把这些东西无视掉，不去看这些东西。我想提醒你们的这件事情是，你们只需去看你周围的人，因为那些事情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你要原谅这个人做什么，你懂吗？他做了那件事情就是做了，他讲的那句话就是讲了，不用去讲原谅不原谅，就是不提这个东西就算了，就真是算了。因为第三个点就是讲我想讲的是，你可能现在真的是很难过，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啊。就是我看到很多 comment， 还是有人 DM 我都好就是我讲到关于说放不下，你懂吗？可是那个人之前又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又很难过，要不要原谅不原谅的这种东西，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么要讨论这些东西，这么要讨论原谅不原谅没有意义，你懂吗？也不是叫你不原谅还是原谅，而是这个东西已经没有那个东西去谈了，已经过去了，他已经伤害过你了，已经 done 了，你懂吗？就是我喝一口水，这罐水就少一点水，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去了，就事实了，你知道吗？没有那东西需要改变了，就是各自安好真的体面一点点就是 thank you know， 就是那个时候你们决裂然后现在其实就不想再回想当时发生过什么事情了吗？然后现在如果你又在想说他做那些事情我应该原谅他吗？还是说他会原谅你吗？其实不太可能，就给时间一点时间如果你现在20岁，其实30岁都好，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暂时的，就是没有必要 last 那么久。他伤害过你的事情已经成为了一个很伤痛的东西，过去吧，就是算了啦，懂吗？不是叫你忘记掉这个伤口，还是忘记掉这个东西还是什么，而是没有必要一提你也不用去 mention 我也不会 mention我任何一段友情跟谁发生过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我不会去真的去跟全世界讲，为什么？因为过去真的过去有人问过我，我其实也是直接会讲，我不想去提这种事情，因为已经过去善良一点点。我觉得
我们不再联系对方就是给到彼此最好的空间了，你知道吗？不管是爱情的背叛、友情的背叛，什么都好，伤害过你这是最好的体面了呀，我觉得。就是善意可能善良一点就过去都讲吗？伤害过你了吗？句号就已经 ，you know， 2年前的事情已经过了，2个礼拜前的事情过了。如果那个人知道你会离开，是不是？他做好这些事情，你离开他知道他现在想要得到你的原谅我问你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就变成很廉价了咩？你们 get 得到吗？就是讲说我这样子做了你还可以原谅我所以为什么不要去提原谅不原谅？因为这种东西很掉价。就你想象一下嘛，我现在就这样子伤害你，我这样子讲你什么这样子，最后你还原谅我？I mean， 原谅不代表你善良原谅可能是造成下一个毁灭性、一个很糟糕的事情的开始。讲真的，所以不要去提你要原谅那个人还是不要原谅那个人，就是我们体面一点点，潇洒一点点，就是不要再去跟那个联络，不要再去提这些东西就向前看，你知道吗？就我觉得我们能够真正做的事情就是向前看，算了。可能这个影片没有办法给到你真正说你要去原谅那个人吗？还是你要不要原谅这个人？你就是没有办法从这影片得到这个东西，因为我怎么做，我就是没有去提原不原谅，提所谓的这些东西，我一直都在提醒我自己，因为我曾经犯过这个错，我必须老实跟你们讲，我曾经也是很卑微的，在友情里面，我想要讲的东西其实就是给你一点点时间。如果你正在经历着几年都好啦，那个友情10年5年，你们现在分开，你们现在决裂 OK， 你们 break out 不要急着找答案，像我这影片一样，不要急着从这影片里面找答案。欢迎你们回来，欢迎谢谢你们点开这影片，谢谢你们把影片看到这边。这个是确实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话题来的，因为多少个人真的能够去接受说一个5年10年的好朋友离开你？你们记得我上一个影片吗？烦恼那一集有一个 comment 在我 Instagram 那个 post 下面有提到12年的友情Bro， 我真正12年的友情还有聊天的那么一个雨辰，他在台湾读大学电影系吴雨辰，我们真的是很少联络，可是我们都是一见面就可以聊很久很久的那一种朋友shout out to雨辰，他们最近也是刚拍完一个毕业制作电影来的，很想看 ，but 我想讲的是什么？我想讲的是，伤害过你的人，很多时候他要用这个方式来给你知道我要这样子做，才可以让我自己高兴一点点。因为没有一个人 OK 是会这样子做的。什么意思你懂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哪一些话其实是会伤到别人的 OK， 所以不要讲你说话直，你懂吗？说话直跟没教养没有关系，你懂吗？就是有关系 sorry 是有关系的，就是你说话直，不要把那个说话很直当成借口，你就是没有教养你就是很乱讲话然后你就讲一句
我讲话很直接啊，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啊，不是，这也是蔡康永讲的，所以不要因为这样子哦，把这个东西盖掉。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的话，还是什么的话，他就跟你讲，我就是讲话很直接的，我就是这样子的，你要不要听是你的事情了。所以蔡康永讲，你不要让这个样子体现出来你没有教养，可以吗？就是你是可以修炼的。所以为什么蔡康永有一本书叫做说话之道，就是这样，就是可以去修炼的，可以去把这东西去净化的。所以如果那个人曾经用语言伤害过你，还是什么来这样子来攻击过你，其实你知道啊，你跟他不是同类的人啊，所以你被他攻击到啊，所以你很棒啊，不是咩？如果你今天你不会被攻击到你也是觉得哈哈哈开玩笑吧，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你当作没有事情，就没有事情你懂吗？就没有事情。而现在不一样，他背叛你啊，他做一些事情，他讲到一些东西，你懂了？原谅不原谅 ，bro， 不用去提吧，就是不用真正去提这件事情吧。我的观点啊，就是有人问到我，还是我会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会觉得不用真正去提原谅，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啊，过去啊，你的话就出来了，你做的事情已经做了，全世界都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讲那些话收不回去啊，就原谅什么？我知道，很多时候大家会讲要善良一点啊，看开一点啊，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我是觉得这件事情跟看开不看开也可以这样子说，可是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在你心中是没有那个 value 好，可是那一道伤疤有 value， 那个人那件事情那些垃圾东西其实就已经过去了，很残忍你懂吗？你们懂什么概念吗？那一把刀划下去，剩下的这个伤口很重要，可是发生了那些什么事情啊，他用的那一把刀啊，谁拿那一把刀来划你啊，这些事情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就算了，你懂吗？这道伤疤重要是为什么？因为还是跟着你啊，你们可以 relate 得到，对不对？可能如果你现在25岁，你5年前发生过这种事情，你问问看你自己，你现在你是不是还可以 feel 到那个当时候自己的感觉，和那件事情给到你后来陆陆续续的那些大小事情都会有一些影响，好的坏的都有一样的，就好像一个伤疤在这边，你出去的时候有人会问你这个是什么伤疤一样的，他就是一直会陪着你，你懂吗？可是是 ABC 把这个伤疤留在这边的不重要，不会去提你懂吗？我们要做的就是这种事情，就是不再去提因为当你今天再提到你讨厌的人，那些不爱你的人的话，你一直去聊，你一直去跟你朋友聊谁曾经伤害过你，还是你要怎么办，其实这些事情就一直围绕在你的身边，那些 negativity 就一直这样子环绕着你，你知道吗？所以善意就是不去联络对方也不去跟你自己最好的朋友倾诉这些东西就让时间慢慢的过去。一开始是很正常，就是可能会跟朋友说什么事情，可是过了一阵子，过去了就过去了，就不去提这些事情这个就是所谓的，我觉得真正我们能够做善良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很多时候会认为你不喜欢这种事情，你就不要看你就不想，你就不要做你懂吗？还是什么这个人你就 block 掉他了，什么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点你做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不要提到他们，不去提任何这种事情给好朋友也好，你懂吗？不要一直提，就是你知道适可而止就停了，因为你一直在聊着这些东西，你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你懂吗？你不要讲原谅别人，你连自己都原谅不到你一直环绕这个 topic， 你就一直这样子提，你就一直讲 ABC 伤害过我， ABC 伤害过我，你聊一个20年，
你还是这样子，最后你放不下是你自己，你懂吗？这个是更残忍的事情。所以与其原谅不原谅，我们原谅自己啊，我们真的是原谅自己。这个 topic 我们聊，你能原谅伤害过你的吗？然后最后我跟你们讲，原谅你自己。在讲什么？就是这样，就是原谅你自己，原谅你曾经那么的白痴，那么的无知，不会 say no maybe， 不会拒绝，不会适可而止的离开，不会去判别黑白，原谅自己，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然后重新开始哦，你懂吗？故事的最后，你自己去决定你要去讲什么，要去做什么。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 case study， 我相信它让你明白更多你现在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哪一些朋友是你能够一起做更多东西的，哪一些朋友只是 hi bye friend。 你自己去辨别，可能很多人就是要遇到多10次这样子的垃圾事情，才可以真正的意识到美丽的地方，这样就没有办法了。可是我知道此时此刻，你现在不需要去聊原谅别人，还是不原谅，原谅自己吧，自己一定可以原谅，只是看你要不要。所谓的原谅自己，就是我刚才讲的，少去提，你懂吗？ Don't get me wrong， 不是叫你塞在你心里面，你懂吗？你不要一直提就可以了，不要一直讲你讨厌谁，你不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你，他讨厌我，就 whatever man， 你讨厌我不喜欢我就不喜欢了，你背叛我背叛我啊，反正我是不会到处跟人家讲你曾经做过这些事情啊，我也不会去网上写你什么，也不会去这样子啊，你懂吗？就过去了就过去了，你懂吗？不用指名道姓啊，你不需要去到处跟人家讲啊，我们体面一点点，事情到这边就到这边，你话说到这里就说到这里，就不要去干嘛啊，因为这件事情一直持续这样子发酵哦。我上一集讲过，你无意间带出来的麻烦你不知道，你制造这东西你不知道，然后身边的人也跟着你一起去为这件事情而烦恼的时候哦，这个是很难受的事情。就是我不想要看到我的女朋友为我烦恼，我在烦恼的事情，你懂吗？不是讲我们不能一起分担，而是那个烦恼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话哦，这样不是很搞笑吗？这个东西有没有 value 啊？你懂吗？就是为了那个牙膏吵架这样啊，去外面买回来就可以了啦，你懂吗？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这样子。谢谢你们把影片看到这边，聆听到这边。你们现在正在也一定在经历着很多很多事情，可是 take your time， 真的慢慢来，慢慢来，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 last forever 的 ，OK， nothing， 友情也是，什么都是 ，OK， 外面的太阳也是要下山了，等一下，所以 OK， 慢慢来，可以了，给自己一点时间，原谅自己。呀、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希望你们都幸福快乐啦，不要再遇到这种事情啊 ，OK？ 做个善良的人，比什么都重要，对自己善良。拜拜，我们快要见面了，拜拜。